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同个厨房哦，被改完以后是不是差很多？哦啊，这种东西啊，你包含刚刚的厕所然后厨房，然后跟房间整个这样子做起来50万是一定有够因为我们不是打掉重做，我们是做简单的整理这样。好，那这个就是好玩啦然后测给你看现在 AI 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参考一下，是这种白色原木色的色系，是不是就相当的，你就很能接受啦然后就是这样，也很受市场的欢迎，不管你要卖还是你要租那价钱上都会漂亮很多啊。这就是我们要花一笔小钱去整理房子的重要意义。装潢该怎么弄？预售屋装潢50万能做什么？跳色墙加 IKEA 软装效果翻倍。先说结论你50万你要做满3房的软装硬装基础建设是有点少的，但是还是有一些做法可以帮你省一点钱。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3房装潢会有哪些地雷，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预算有限的装潢可以做什么那就预售嘛预售交屋啊，交屋以后你可能就要卖，你可能就要出租等等的，那你要把它美化一下，那大概也不会拿很多钱大概50万的话，你要怎么做装潢？这是我们来聊一个 Dcard 上的贴文内容是这样，就是一对夫妻去买预售，然后要交屋了，然后是3房问说预算不多的话，建议做什么装潢这样。那他有强调他想要控制在50万以内，尽量以软装为主。那预售你拿到是空屋嘛，然后你要把它弄到能卖或能出租那它的条件是50万，所以我们就来聊说，如果你也是预售，然后只打算要做基础的装潢建设，不是大兴土木的这种，应该要怎么分配费用这个很实用嘛，这个规划。来，先说结论，50万能做的东西真的不多就算我全屋都用 IKEA 来做的话，大概也要30万了，这是真的IKEA 你都选便宜的那个家具的话，大概算起来13万多然后家电的话，你看你是不是一个3房空的3房，你要有4机洗衣机、冰箱、电视，然后那个热水器热水器建商也不一定会给我看了一下那这些家电你把它补起来差不多又要6、7万掉了，就是你拿30万来找就对了，然后剩下才去弄一些软装花花草草摆饰啊这些东西或床单被套，所以变成说你实际上你可以用在基础建设的钱已经很不多了。我的建议是，那你先看交屋的状况有没有什么需要遮的电箱啊什么的。好，来像是天花板的管线乱窜，那你就一定要包天花板，这个就要先处理掉了。那再来就是电源的插座不够用，那你有没有需要再去增加或是移动插座的位置等等。例如说现在有那个扫拖机器人嘛，它怎样？它自己可以接水线除了电以外，你可以直接给它接水让它进新的水让它排掉不干净的水。OK， 那你要装的话，位置都要先规划好，然后基础建设这边就要先去处理了。再来你要知道，便宜但是很加分的装潢，因为你买的是预售嘛所以你那个基础建设要弄的地方应该不是很多。常见的就是你不喜欢建商给的地板，想要整个换掉还有那个你觉得建商给你的墙壁的油漆很无聊都白色你想要换颜色你要省钱你就自己刷那1-2面墙壁去刷跳色其实就不错了那氛围感就会有出来系统贵我个人建议你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你不用去做，你都用活动的家具就好了。你上面没有到顶就没有到顶这没关系，因为系统贵你做下去很容易去爆掉这个50万的预算。那你就是买 IKEA 的收纳柜便宜的来摆，其实就可以了。其他的部分应该还好，你看到你都会弄。所以我们就来讨论说，如果做软装的话，你把钱花在哪边会最有感觉？我的第一个推荐就是灯具你去买 IKEA 的这种灯它也没有什么照明的效果，但是就是好看像这样子看起来就很有气质了。那这种灯的风格不会太强烈，所以你客厅摆一摆看腻了，还可以拿去其他地方摆，没有什么问题这个都要讲一下IKEA 的现场效果我们都去过嘛，我们就觉得说不错，这个设计感看起来很棒。其实IKEA 你给它惨白的日光灯
开灯下去，它一样很难看，就是这样，因为我看过。那为什么 IKEA 看起来就是比较漂亮呢？他们有相当多的灯光灯光。你下次你自己去数，你看到那个 IKEA 的一个场景，假设是客厅好了，你去数它用了几盏辅助灯这种东西。辅助灯，比方说沙发后面啊，比方说柜子上面啊，那个辅助灯绝对不是为了要卖那个产品那边乱摆。他们被开发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去把整间的那个辅助灯光的任务给它做好。就舍弃日光灯，你多用 IKEA 的灯辅助灯的话，那个灯光是魔法师啦，看起来质感就会上升非常非常的多。再来灯光以外，我会推荐的软装就是窗帘窗帘也是可以买 IKEA， 这个我特别讲过窗帘外面做不知道为什么好贵。那 IKEA 大概是我所看到有开发票、品质又有一定保证的最便宜的做法了那你当然要去淘宝买也没有不行嘛那只是我们就用 IKEA 至少它不会有什么甲醛什么有的没的那些让小孩子呼吸道过敏的，它是 IKEA 它的生产制造相当之严格那我们钱就花在它已经够便宜了，不然你全屋去做那个窗帘真的是不如 IKEA 的 CP 值在窗帘这个品项是好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的建议是就买长一点素色一点基本上搭配很难出错。最后你要知道装潢中可以取巧的地方，那我们也来讲一些预算不够的状况之下你可以用的替代方案。来，第一个浴室的干湿分离，如果建商没有帮你做浴室的干湿分离但是你的预算又不够去重做整间浴室，那你就去浴帘像这样有一些干湿分离的效果。我现在也会去装这种浴帘，然后我想说装浴帘会不会被靠北说这个成本其实不会，实测的结果是不会。为什么？因为浴帘很多很好看真的它的那个面积又大然后遮水挡水的效果又好，然后它花色选择又多，然后它不喜欢就换，所以没有什么水垢然后那什么大大小小有的没的问题就不会有。所以浴帘现在用起来，我个人还是认为又很便宜又省钱，然后租客也算满意因为他不喜欢就换那个没有压力嘛。如果你是亚克力玻璃门什么的，他就一直怎样，他就一直在那边弄水垢或者弄什么的，然后边边角角的洗力控又在那边发霉总之就是这样，我觉得还不错浴帘大法。那再来是隔断墙像有时候你会想要做一些隔断的墙，那例如说不要让人家从玄关直接看就看得进家里穿堂煞这种东西，那正统的做法就是那你就做玄关柜嘛那费用不便宜，但是你可以像这样，你看来弄一个矮柜稍微遮一下，上面放一些公仔展示收藏的同时挡掉一些视线，你用这个就好了啦。真的是我个人认为用这样子就蛮好看的效果也不错。那你当然也可以用开放式的木柜来摆，效果也是很理想这个 IKEA 还有卖对不对你不一定要照它的摆你可以打横你可以干嘛有一个间隔隔断的效果就可以了。最后那我想问你，在做装潢的时候，你觉得哪个是你花过最痛的冤枉钱？A 做了超昂贵大理石电视墙，B 弄了微水泥的浴室，变成每次洗澡小心翼翼，C 厨房做了全套的系统柜，结果根本也没在煮东西，都在煮水饺煮泡面而已。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
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呐、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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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哦，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哦，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哦，安呐、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哦，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哦。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哦。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我们再来看一张那个591上的房子哦，然后用 AI 改哦，改软装出来会是什么效果？虽然今天这集在讲预售啦，不过我们再玩一集用 AI 来看哦。首先呢，这种厕所来，你看是不是在中古屋相当的常见哦？男生还好，女生看来都觉得恶心呐，就是这样。然后前屋主都不会觉得怎样，没有，我就在那边洗澡啊，不是都这样。好，那这种厕所拿来让 AI 来改，也就是你要花钱去重新做的话，是也不用到整间打掉重做，是有很多美化的方式可以去操作。你可以把它改成这样这真的，我再强调一次 ，AI 你只能参考，你不能信它，因为它去改你的尺寸尺寸一定是现场要量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出来大致上的效果，位置都差不多了首先就被铺了这个木纹地砖嘛，然后墙壁用瓷白色的漆或是换过瓷砖，然后天花板用白色，就是这样出来的话效果就是这种厕所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接受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同一个屋子因为591同一个案子，这个是不是也是中古屋非常常见的一种反正太多了这种房子那一拿到想到就很头痛如果我花钱要花多少钱，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好来它出来可以变成这样，窗户的位置什么的都有保留，总之就是你就做参考图就好然后你看这个 AI 的图出来就是我说的没有做系统柜，对不对？它上面有个空间有空间就有空间没有做到顶没有差然后长这个样子，我想这个大家都很能够接受了，对吧白色跟那个原木色的搭配，然后窗帘也是用浅色系的，看起来就相当之 OK 我们再来对比看一下，你看原本长这样然后之后长这样哪一个租金能拉高，哪一个卖相比较好很明显那我们整理房子就是要把房子整理成这样。再来这个厨房这个厨房也是相当的经典不是都长这样吗这个厨房中古的很常发生这个陈旧的厨具看起来就有点恶心这样。那其实以中古屋来说，这个厨房的空间算大来一样让 AI 来改完以后我们来看看它会变成什么样子会变成这个样子，对不对这很来一字型的就这样子过去，然后也放了那个玻璃，对吧那个玻璃，然后品质比较低的意思是它便宜它也没什么问题，纯度比较杂 OK， 那它就会产生非常多的那个，反正就有点淡绿色就对了很多都是这样。你要洁白的或是一些特殊的玻璃也有但是就比较贵那你看出来就是变成这样。我们再来对比一下，同个厨房被改完以后是不是差很多这种东西你包含刚刚的厕所然后厨房，然后跟房间整个这样子做起来50万是一定有够因为我们不是打掉重做，我们是做简单的整理这样。好，那这个就是好玩然后测给你看现在 AI 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参考一下，是这种白色原木色的色系是不是就相当的你就很能接受了然后就是这样，也很受市场的欢迎，不管你要卖还是你要租那
价钱上都会漂亮很多啊。这就是我们要花一笔小钱去整理房子的重要意义。来，再来看看，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吧？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一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